730亿美元，1100万亿韩元。这是三星在2026年全年要砸进 AI 芯片研发和产能扩张的数字，超过了台积电今年约500亿到56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计划，是一家公司单年度在半导体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承诺。与此同时，在消费端，三星宣布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把搭载谷歌 Gemini 的 AI 设备数量从去年的约4亿台翻倍到8亿台，覆盖手机、平板、电视、冰箱，几乎是三星能出厂的每一种消费设备。2条战线同时开打，一条是芯片供应端，压住成为 AI 时代最不可缺少的底层硬件供应商；一条是终端分发端，压住成为 AI 能力触达消费者最重要的硬件载体。但我直接说，这2场仗对你的投资判断意味着完全不同的2个故事，把它们混为一谈是当前市场上最常见的一种误判方式。今天我们把这2件事拆开，分别看清楚。先说第一场，8亿台，谷歌以及这中间流动的那笔钱。先给你一个背景数字，2019年到2023年，谷歌花了大约80亿美元，用来确保谷歌搜索、谷歌 Play 商店和谷歌助手成为三星手机上的默认预装选项。这个数字来自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庭审，是法庭文件确认的事实，不是媒体推算。现在，谷歌正在按照完全相同的逻辑，花巨额月费把 Gemini 安装进三星的8亿台设备。庭审文件已经确认了这个结构，每台预装 Gemini 的设备支付固定月费，加上 Gemini 应用内广告收入的分成，合同期至少2年，可能延续到2028年，具体金额没有披露。但司法部律师在庭上用的形容词是巨额付款，合同方向是明确的。这件事的第一层事实是，在这笔交易里，资金流动的方向是从谷歌流向三星，不是反过来。三星是收租方，谷歌是付款方，这是一个经常在讨论中被方向搞反的基本事实。为什么这件事重要？也就是第2层，在 AI 领域，默认位置就是话语权。谷歌搜索当年建立近乎垄断的地位，不是靠技术最好，而是靠永远是用户第一个看到的选项。移动端默认搜索地位，让谷歌每年从苹果一家就收到大约200亿美元的分成费用。AI 助手的市场逻辑和搜索引擎的市场逻辑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谁是默认的，谁就赢得了用户的操作惯性。一个预装在手机里，长按侧键就能换出来的 Gemini， 会比一个需要用户主动下载的 ChatGPT 拥有高出几个数量级的日活基础。这是谷歌愿意持续付账单的根本原因。今年1月，苹果宣布与谷歌签署多年 Gemini 合作协议，要用谷歌的模型来重建 Siri 的 AI 能力。这意味着谷歌的 AI 分发优势不再只覆盖 Android 阵营，而是同时拥有了全球出货量最高的2个手机品牌。第3层，市场会怎么解读？头部科技机构的框架是，三星是谷歌最重要的 Android 的分发节点，8亿台设备意味着 Gemini 的月活基础将达到竞争对手短期内无法复制的规模。机构会把这个当作 Alphabet 的长期利好来理解，而不是三星的利好。散户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看到三星 AI 8亿台这条新闻就去买三星的股票，但三星在这笔交易里扮演的是出租硬件渠道的角色，而不是 AI 生态的战略积累者。这2个逻辑在估值层面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事情。管理层在财报里通常不会主动帮你区分这2件事，所以这个判断需要你自己来做。第4层，对你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持有 Alphabet 的仓位，这是一个正面信号，意味着谷歌在 AI 分发端的护城河正在加宽。如果你还没有仓位，需要注意，苹果合作的消息在1月已经公布，三星 CES 的宣布也已经是公开信息。这部分叙事在当前时点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消化，不再是增量信息。现在我要专门讲一下预期差的问题，因为这里藏着散户最容易被烧到的地方。8亿台这个数字是三星自己宣布的目标，华尔街拿到这个数字之后，把它当成了基准线，然后在这个基准线之上开始定价8亿台能带来多高的 Gemini 使用率这件事。这意味着到今年年底，如果三星真的完成了8亿台的设备分发，股价不一定涨，因为这件事已经在预期里了。如果三星完成了8亿台，但谷歌同期披露的 Gemini 日活使用率低于隐含预期，会跌，这就是超预期不一定涨，符合预期反而可能跌的逻辑。真正会推动估值重新上移的是使用率数据开始证明8亿台设备真的在用 AI， 而不只是8亿台设备被出厂了。这2者是不同的，必须区分清楚。还有一个容易误判的地方， Galaxy AI 的品牌认知度在1年内从3成跳到了8成，增速看起来非常惊人。但你要问的问题是，8成的人知道 Galaxy AI 这个品牌，和8成的人每天在用 Gemini 完成任务，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品牌认知度可以靠广告拉高，使用率只能靠产品本身积累。预装功能的使用率
历史上往往比品牌认知度的数字低很多。如果后续 Gemini 的日活数据明显低于8亿台的设备分发速度，这将是这个故事里最大的预期差，也是需要重新评估估值逻辑的时机。这里要专门说一下定价机制这件事，因为很多散户在这上面吃过大亏，却一直没搞清楚原因。股价反应看的不是公司做的好不好，看的是比市场原来想象的好多少。这两件事是不一样。三星的8亿台目标，谷歌的分发合作，这些都已经被市场知道了，并且以某种方式被定价了。所以接下来推动股价的是有没有超出这个已知预期的新信息出现。基本面越透明，短线反而越危险，因为已知的好消息不再是催化剂，只有超出已知的部分才算数。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出现一个好消息公布，当天股价反而跌的情况。不是消息不好，而是消息已经在价格里了。当天的大涨是散户在接最后一棒，理解这个定价逻辑是在这条赛道上避免被反复烧到的前提。再说 Galaxy S26 和 One UI 8.5， 这是分发站在产品层面最新的具体落地。今年2月发布的 Galaxy S26 随即搭载 One UI 8.5 系统，在 Galaxy S25 的基础上新增了 Gemini 与三星相册应用的深度整合。目前有4个三星原生应用已经接入 Gemini 相册、日历、备忘录、提醒事项。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对手机说，找出我们去年夏天在日本拍的晚饭照片， Gemini 会在相册里直接检索出来，不需要你手动翻找。但这个功能背后的逻辑转变比功能本身更重要。过去的 AI 是一个你主动打开的工具，你想用的时候你去找它。现在的 AI 开始嵌入到你的数据结构里，它已经在你的相册里、日历里、备忘录里待着了。你的最真实、最私人的行为数据开始向谷歌的 AI 模型开放。这不只是手机变聪明了，这是谷歌在通过三星的硬件建立一个覆盖数亿用户的行为数据回路。Galaxy S26 上 Gemini 已经可以跨第三方应用执行代理任务。你对手机说帮我叫辆车， Gemini 在后台打开 Uber， 填好目的地，完成下单，你不需要手动操作。这是代理式 AI 第一次真正进入量产消费设备，不是展示台上的 demo，是开箱即用的能力。这里有一个散户容易过度乐观的地方，代理式 AI 在这个阶段仍处于早期成熟度。你越宣传 AI 能帮你办事，一旦出错的体验造成的负面印象就越难修复。早期用户的信任一旦流失，后续的挽回代价会非常高。量产代理 AI 是一张长期值得期待的牌，但短期内技术不稳定带来的用户流失风险是需要单独放进框架里定价的变量，不能被 AI 进步的大趋势一起覆盖掉。还有一件事值得放进去，三星不只是在手机上推 Gemini， 它还在电视和家电上推。当你的冰箱开始装 AI， 你的洗衣机开始能听指令，这件事听起来很酷，但家电的 AI 化和手机的 AI 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人和手机互动的频率远远高于人和冰箱互动的频率，这意味着家电端的 AI 使用率会比手机端更低，数据密度也会更低。家电 AI 的叙事价值现在主要是叙事，而不是真实的高频数据入口。这并不意味着家电 AI 没有未来，而是它的价值变现窗口比手机端要长很多，不能用同一个时间轴来衡量。现在说第二场战局730亿和那场芯片的生死战。三星在3月宣布2026年全年资本开支与研发投入超过730亿美元，重点集中在高带宽内存芯片、下一代制程工艺，以及位于韩国平泽、龙仁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新生产设施上。这笔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 AI 时代最关键的存储组件高带宽内存这个细分市场里，三星目前落后于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SK 海力士长期是英伟达最主要的高带宽内存供应商，在这个高毛利、高成长的细分赛道上，三星一直处于追赶位置。今年3月，三星在英伟达的 GTC 大会上发布了下一代高带宽内存产品，获得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公开背书。三星还与 AMD 签署了新的高带宽内存供应协议。这两个动作是三星向市场发出的关键信号，大客户关系正在重新建立。但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730亿是成本，不是利润。这笔钱要先花出去，换来设备采购和厂房资质认证，再从产能转化为出货量，最后才能体现在营收和毛利率里。半导体的资本开支从投入到产出周期是2到3年，在这2到3年里，大规模资本开支会持续压制自由现金流，这是机构给三星做估值时不得不面对的核心约束。你不能只看730亿投出去，你要同时看这2年里三星的自由现金流会被压到什么水平，账面利润能不能撑住当前的估值，还有一个执行层面的不确定性。三星的代工业务市场份额在近年处于相对低的位置，台积电在先进制程代工市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730亿的规模确实很大，但制程良率的提升和大客户信任的重建无法靠宣布投资计划来解决，只能靠实际出货数据来验证。这就是为什么黄仁勋的背书重要。
它是大客户信任开始重新建立的信号，但从信号到订单确认还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就是你进场时机需要等待的东西。你知道在这件事里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吗？代工执行风险。三星在德克萨斯州泰勒斯的晶圆厂是它进军美国先进代工市场的重要一步，但晶圆厂建设和工艺良率爬坡是整个半导体行业公认最难量化、最容易超时、超预算的环节。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建厂进度在过去几年里也多次推迟，这不是三星特有的问题，而是先进制程建厂本身固有的复杂性。730亿的规模可以保证资金，但无法保证进度和良率，这两个变量只能靠时间来验证。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定价机制遮住的风险，越远期的确定性，市场越早开始定价。三星宣布的到2028年Gemini独家合作预期，以及高带宽内存产能到位的预期，如果这些远期的确定性已经反映在当前的估值里，那接下来2年里这些因素就是逐渐贴现的逻辑，而不是持续加码的推动力。市场不奖励符合预期，它只奖励超出预期，这是判断入场时机时比判断方向本身更重要的一个维度。接下来说一下不同资金的行为差异，因为这会影响你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市场阻力。低成本机构，也就是持仓成本很低、持有时间很长的大型价值基金，他们对三星的态度是730亿是可以接受的战略性投入，因为他们有足够长的时间等待兑现。这类资金不会因为短期的资本开支压力而减仓。趋势资金，也就是跟着主题和动量进出的资金，他们在3月的投资计划公布后已经有所行动。如果后续数据不能验证这个叙事，他们会在第一时间离场，并且这种离场会放大下行幅度。散户通常在什么时候买？往往是在最大的公告出现、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冲进去。而这恰好是趋势资金最有可能开始锁定利润的时候。同一个财报或者同一个战略公告，对不同持仓成本的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你越是在利好、已经被广泛讨论的时间点买入，你和大资金之间的对手盘关系就越不利。把三星放进产业链的全景里看一遍，三星在 AI 产业链里是结构极为特殊的玩家，上游和下游同时覆盖。上游，三星是 AI 计算不可缺少的存储组件供应商，无论云端还是端侧的 AI 计算都需要用到三星的 DRAM、NAND 以及高带宽内存。谷歌、英伟达、Anthropic、OpenAI 都在用三星生产的组件。下游，三星是 AI 能力触达消费者最大的硬件渠道，8亿台设备是谷歌凭一己之力无法建立的分发能力。但这个双面位置带来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结构性矛盾。2026年存储芯片短缺，这对三星的半导体部门是利好。芯片价格上涨意味着毛利改善，但对三星的手机部门来说，这是成本压力。生产手机需要的存储芯片也在涨价。三星 CEO 已经公开说，消费电子价格上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同一个宏观变量，在三星一家公司里同时推动了2个方向相反的效果。做三星整体仓位判断时，这个内生矛盾必须放进框架里，不能用 AI 赛道热来替代对这家公司结构的真实理解。苹果在2024年已经以约20%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超越三星，成为大约14年以来重新拿回全球出货量第1的手机品牌。这个数字说明的是，三星在消费端正在承受的竞争压力是真实的，不是可以被 AI 叙事轻易覆盖的。用一个结构层面的历史参照来收拢这条逻辑，这不是精确的历史数据，而是机制层面的类比。在移动互联网的初期，大约是2008年到2013年这个窗口，谷歌推出 Android 的系统，对所有手机制造商完全免费开放。华为、三星、HTC、索尼都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可以免费获得一套成熟的操作系统。代价是谷歌搜索和谷歌应用成为预装默认。谷歌靠的不是技术最好，靠的是分发先到位。结果大家都知道，诺基亚的 Symbian 系统从全球最主流的手机操作系统，几年之内彻底变成历史。Android 拿下了全球超过70%的手机市场。谷歌搜索成为这张覆盖全球的网络上的默认流量入口。现在谷歌在 AI 领域用的是结构完全相同的逻辑，但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次谷歌不是用免费换分发，而是在付钱买分发。这个细节非常说明问题，它意味着 AI 时代的分发竞争比移动操作系统时代激烈得多，连主场作战的谷歌也需要真金白银来守住位置。对于 OpenAI、微软这类没有三星级别硬件合作伙伴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持续的结构性压力。模型能力和分发能力是2场不同的战争，只赢1场是不够的。顺带说一下风险后移这件事，三星宣布与谷歌的合作，到2028年高带宽内存产能，到2027年会扩充到位。这些听起来很确定的事情，其实隐含了一个逻辑陷阱：越是被锁定的未来，越早就被市场提前交易了。2026年的价格里，可能已经包含了相当程度的2027年和2028年的确定性。这意味着，越靠近这些确定性真正兑现的时间点，反而越容易出现估值的消化期。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新的未来可以定价了。这不是说这些资产不值得持有，而是说进场的时间点比标的选择本身往往更影响实际的持有体验。现在做判断，如果你持有 Alphabet 的仓位，你要紧盯的先行指标只有一个：谷歌有没有开始在财报里把 Gemini 日活用户数、AI 广告归因收入当作核心 KPI 来披露，而不只是谈分发了多少台设备。一旦这些数字出现，并且增速健康，继续持有。如果连续2个季度谷歌只谈分发规模，对使用率和货币化数字一直保持模糊，需要警惕。中线可以考虑减半仓，等待使用率数据出现再重新决策。谷歌的估值里已经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分发虚实定价，能撑住这个估值的只有货币化数据，不是再多的设备分发公告。如果你持有三星相关标的，把消费端和半导体端的逻辑时间轴分开来看，8亿台设备的现金流逻辑相对稳定，短中期基本盘可以依靠，但成长弹性有限。730亿的芯片投入，收益最快也在2年之后体现。执行风险在大客户出货数据被确认之前是真实存在的，短线不建议在存储芯片估值上追加仓位，等到高带宽内存大客户，特别是英伟达方向的季度出货量数据出来，显示三星份额明显回升，才是这条逻辑线开始兑现的时间节点。如果你还没有任何仓位，想进入这条逻辑线，多个利好信息已经是公开信息，短期定价压力不小。你要等的先行指标是2个同时出现：第一 ，Gemini 在三星设备上的实际日活使用率出现明确增长；第二，三星高带宽内存的大客户订单增速开始超过 SK 海力士的订单增速。这2个信号同时出现，才是这个故事从讲叙事阶段真正过渡到兑现阶段的时间节点，比任何一条公司自己宣布的目标都更可靠。留给你的问题是，当一家公司同时压住让 AI 进你的口袋，以及替 AI 建造运转所需的大脑，它究竟是在定义未来，还是在用未来的叙事掩盖当下的竞争困境？这个问题不只属于三星。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